5月31日，我国首批公募 REITs 发售，9只 REITs 认购额平均超过8倍，在当天上午配额就卖光了，吸金超过500亿元，可以说是非常火爆了。REITs 的中文全称是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，这个产品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60年代。REITs 具体投资的是什么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一个不动产项目向投资者发行基金，募集资金。如果你买了 REITs， 就相当于你购买了这个不动产项目的一部分股权。比如 REITs 的底层资产可以是一栋商场大楼，或者是一条收费公路。你持有 REITs 就相当于成了包租公、包租婆，可以获得收益。此次国内发行的 REITs 的具体投资是什么呢？和国外的 REITs 有什么不同呢？国内的 REITs 能不能赚钱呢？投资 REITs 又会有什么风险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。在开始之前，欢迎在视频下方订阅我的频道，点开小铃铛，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。REITs 的发展开始于1960年的美国。1960年，美国国会修改国内税收法典，给予了 REITs 和共同基金同等的税收优惠。在美国，投资 REITs 的分红是可以免税的，这就为 REITs 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。REITs 到目前近60年的发展，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。1960年到1990年间，只有美国、荷兰、澳大利亚等少数的国家制定了与 REITs 相关的规则政策。这一阶段是 REITs 的探索阶段，全球市场的 REITs 规模不大，很多制度的设计也尚未成熟。1991年到1998年期间， REITs 迎来了大发展。一方面，美国税收改革法案从制度上给予了 REITs 的税收优惠；另一方面，伴随着美国房地产行业的繁荣，通过 REITs 进行融资盘活资金，把不动产证券化，提高了资金周转率。美国 REITs 市场迎来了大规模的增长。1999年到2007年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，金融危机对亚太的主要市场产生了很大的冲击，一些国家的不动产市场陷入了低迷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日本、新加坡、中国香港等亚太主要的市场陆续推出 REITs 相关政策规则，给予房地产市场发展很大的金融支持，这就使得 REITs 在亚太市场获得了发展。同一时期，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等欧洲的主要发达国家也推出了 REITs 相关的政策规则。在这一时期，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均推出了 REITs， 相关市场和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。2008年至今的后次贷危机时期，美国房地产市场受到了极大的冲击， REITs 的出现大幅回撤，总市值降低 38.57%。但是随后市场得到了迅速的修复，市场迎来了长达10年的上涨。在这一时期， REITs 市场的发展开始由发达国家逐渐拓宽至发展中国家，非洲、中东、东南亚地区部分国家也纷纷出台了 REITs 的制度。从市场规模来看，全球 REITs 市场中前5大市场为美国、日本、澳大利亚、英国、新加坡。美国是全球最大的 REITs 市场，其中 REITs 在全球 REITs 指数占比也达到了 66.41%， 占到全球约2/3的份额。REITs 的主要收益主要来自于2个方面，分红和资本增值。上面我们讲到 REITs 是投资不动产的，全球各国的政府都明确规定了 REITs 投资不动产的占比。比如美国、英国、德国、新加坡这些国家的 REITs 不动产占比最低要达到 75%， 日本和香港略低，为 70%。 另外，按照规定， REITs 每年都要把可供分配金额的 90%以现金红利的方式回报给投资人，每年不得少于1次，这就是分红。而 REITs 可以在场内像买卖股票一样进行交易，这中间自然存在着价格的波动，这种波动也会带来收益，这就是资本增值。统计数据显示，2012年以来，美国、日本等主要 REITs 市场的平均回报率在 11% 到 13% 之间，波动率相对较小。因为 REITs 的底层资产大多是盈利性的房地产，比如写字楼、商场，买了 REITs 就相当于自己做了房东，
可以坐收这些房产升值的收益。另外，因为 REITs 投资是实体不动产项目，与股票、债券的收益关联不大，即使遇到金融资产大跌，对 REITs 的收益影响也不会很大。所以很多此次参与申购的国内小伙伴知道 REITs 是投资房地产的，那肯定是很赚钱的啦。再加上国内金融市场有打新的传统，很多人二话不说就无脑去抢了。对于投资者而言，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 REITs 到底有没有风险？因为 REITs 的投资回报兼具股性和债性，所以肯定是有风险的。目前基金公司 REITs 场外申购的风险等级为 R4 较高风险，券商的风险等级为 C3 中等风险。从 REITs 回报的方式可以更加具体的看出其风险所在。REITs 的回报方式分为分红和资产增值两种，分红部分相对来说比较稳定，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风险。如果底层房地产经营出现亏损，分红肯定就没有了。而从资产增值的部分来看，这是最大的风险所在。如果对应的底层资产经营出现恶化，二级市场的价格可能会出现较大的跌幅，极端情况下还有可能出现退市。前几年香港市场就发生过 REITs 的退市。国外 REITs 对应的底层资产主要是以地产项目为主，风险相对而言会比较小。而国内这次首次推出的9只公募的 REITs 主要是以基础设施为主。那么为什么不像国外一样做房地产的 REITs 呢？一是因为国内房地产的租金回报率很低，不足以支持项目的分红回报。而且房地产行业在我国已经是一个敏感的行业，在房住不炒的背景下，房地产行业的各条融资渠道都在收紧。如果以房地产项目开拓新的 REITs 融资，显然有悖于当前政策的大背景。相比之下，基础设施比房地产行业更需要融资扶持。其实国内经济增长主要是对外靠出口，对内就是靠基建。但是最近几年，国内的基建投资规模快速萎缩。在2017年之前，我国的基建投资基本保持20%以上的增速。但是到2018年以后，基建投资呈现断崖式的下跌，目前已经跌到不足5%。作为中国经济稳增长的传统主力，基建投资增速大幅放缓，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国内经济的增速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为基建投资探索新的融资渠道就显得尤为重要。所以国内 REITs 主要用于基础设施融资，而不是像国外那样用于房地产融资。最近首批推出的9只 REITs 产品来看，主要业务集中在收费公路、污水处理、产业园区和仓储物流等，和监管层提及的重点行业基本相符。当前背景下推出基建 REITs 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，可以降低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。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，我国接连出台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，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迅速增长，债务风险越来越高。截至2020年，中国股市的总市值为60多万亿元，而各类债券市场的规模早已突破100万亿元，而且债券市场涉及的范围更广。中国债券市场以国债和金融债为主，这些年企业债、公司债、城投债、地方政府债、地方专项债也迅速的发展。2020年末，国内已经发生了3起较大规模的地方债违约。11月10日，河南省国企永煤集团10亿债券到期无法偿还，宣布违约。11月16日，华晨汽车集团债务违约金额约65亿元，逾期利息金额合计1.44亿元。11月18日，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债券违约。8天时间，中国3家大型企业出现债务违约事件，而且这些企业都是国企，信用评级为3A 的最高等级。通过 REITs 融资模式，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地方政府的现金流压力，也可以降低违约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。最近首批推出的9只基础设施 REITs 就成功募集资金314亿元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 REITs 本质上属于股权融资，而不是债权。这就意味着，如果 REITs 出现亏损，那就像你买股票亏了一样，是无法像债券一样追偿的。那么这几只国内的 REITs 值得买吗？我个人的看法是不值得。从上面我们的分析 REITs 产品发售的2个原因来看，
国内的基建 REITs 一方面是为了弥补地方债务窟窿，解决债务压力，另一方面是为了基建融资。而这些政府机构或是国企运营的基建是否能赚钱，能否分红，能否持续下去，还是一个未知数。如果大家真的想投资 REITs 的话，美国、新加坡市场有大把优质的 REITs 基金可以购买。购买美国 REITs 的方法很简单，开通一个美国本土的券商账户，德美利证券就可以了。我之前有视频教程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按照我的教程操作开户。那么大家对国内 REITs 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分享自己的观点。如果觉得本期视频有意思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